大家好，我是小卓。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，都将手机作为了随身必备物品。如果一旦出门忘带手机的话，就好像是丢了魂一样。由于互联网的存在，现在的手机功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，因此它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了出来。在忙的时候，手机是沟通工作的工具，而闲暇时，手机也成为消遣娱乐的玩具。这样一来，手机也给予了更多的功能。但很多人在用手机的时候都会感觉没用多长时间手机就没电了。你平常是怎么给手机充电的呢？是一次性将电量充到100%，还是直接充一整夜？又或者是在电量耗尽之后才充电呢？实际上，我们很多人的充电方式都可能是错误的，而错误的充电方式很可能会加快电池报废的速度，减短手机的寿命。以下这些充电误区千万要远离。首先，第一个误区，手机剩余多少电量时，给手机充电才最合适呢？有些朋友会经常在手机电量低于50%的时候，就立马给手机充电，或者关机了才去充电。其实这样给手机充电，就会影响到电池的使用寿命。所以平时我们在给手机充电时，最好等到手机提示电量低的时候，再给手机充电，这样是比较合适的。误区二，手机充电时先插手机还是充电器？给手机充电时，你会先做以下哪个动作？先将数据线插入手机，还是先将充电器插入插座？事实上，这种微小的差异对手机电池寿命影响是至关重要的。给手机充电的正确步骤是先把插头插入插座，再把数据线插到手机上。如果先把数据线插到手机上，再插插头通电的话，瞬间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浪用，长期如此只会损坏手机。按照正确的步骤给手机充电，虽然无法完全消除浪用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过大的浪用直接对手机造成影响。充电之后又要先拔掉哪一头呢？同样，充电后要先拔掉手机，因为在拔下充电器时，容易产生反向瞬时电流，这也可能会导致电池加速老化、电池寿命缩短等一系列的问题。第三个误区，平时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不要把手机放到沙发上或者放到床上，这样会影响到手机的散热，导致充电时手机会越来越热，从而对电池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所以平时我们在给手机充电时，不要放到散热不好的地方充电。第四个误区，每次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不要一充就充到天亮。有些朋友会有种习惯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给手机充上电，然后等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再拔掉。过了一整晚，手机的电量是充满了，但是手机会一直处在充电的状态下，这样对手机和手机充电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。所以平时我们在给手机充电时，等到电量充到100%了，就应该立马拔掉电源。第五个误区，边玩边充电。我们在给手机充电时，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给手机补电。那么在补电的过程中，就会使手机电池温度升高，因此手机会出现发热的情况。而我们使用手机就相当于对手机进行放电操作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，就会对手机形成负荷作用。一旦这种负荷过大，手机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。因此很多朋友会发现，充电时玩手机，
电池会热得特别快，这样就是负荷过大导致的。如果经常这样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的话，很容易由于电池温度过高引起的电池爆炸，非常危险，所以要避免这样使用手机。第6个误区，有些朋友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只要是充电器的插头合适，就会随便拿一个充电器来充电。其实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。我们给手机充电时，一定要用原装的充电器来充电，因为原装充电器有适合的手机电流输出，这样就可以安全的给手机充电，保护手机的电池。如果平时你在给手机充电时，也有过这些情况，那么就要及时的改正过来，避免手机出现不耐用的现象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，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另外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，手机的充电器可不只是能充电，家里有旧手机充电头的不要扔，关键时刻可以用来做手机支架。平时大家用手机追剧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手机支架，一直用手举着看会很累。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教你一招解决的方法。我们只需将闲置不要的旧手机充电头放在水平桌面上，再将手机横着立在充电头的插头中间位置，这样我们在用手机追剧的时候就能解放双手，而且旧手机充电头做手机支架也很稳定，还省去了买手机支架的钱。以上这几个关于给手机充电时的误区，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了解了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平时给手机充电时，一定要用手机的原装充电器，像一些其他的品牌，或者是一些不合格的充电器，就不要再拿来使用了，这样容易影响到手机和手机电池的耐用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